如果问各位喜欢什么样的女人的话，相信每个人的回答都会有所不同吧。但是如果是本片漫画的主角犹太的话，那么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令人感到心神荡漾的坏女人。大概是1个月前，我们的男主犹太在网上冲浪的时候，突然认识了一个网友 A 小姐，和她非常的聊得来。而在交流了1个月之后 ，A 小姐突然邀请他线下见面，所以说我们男主犹太很是不安，但是最终还是来了，毕竟他一穷二白，弱的废人一个，就算想突他什么也没有。如果到时候有什么危险的话，大不了直接跑掉。难道你应该就是犹太先生吧？抱歉啊，让你久等了。看着突然出现神情坏坏的坏女人，犹太瞬间就愣住了，一时之间不知道要该怎么办。毕竟他实在没有想过，网上随便认识的朋友，居然是个这么漂亮成熟的女性。店的店就在那边哦，马上就要到了。好的。或许是太久没有这么和女生正常交流过，导致他一时之间不知道要和 A 小姐如何交流。那个犹太先生怎么了吗？不，没什么。不行，刚才那个笑容简直太犯规了。哦，注意到了，就是这家店。来到这么一家装饰豪华的店，犹太瞬间有些愣住。很不错吧？我也是很久没来了呢，而且这家店其实很适合约会哦。不过这家店的味道可是非常的棒哦，我非常的推荐。约会。听到这2个字之后的犹太瞬间意识到自己可能被强制猪圈女友了，1小时3万的那种。那个怎么了吗？不，没什么。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就赶紧进去吧。进去的时候的犹太也是感受到周围的人议论纷纷。那个你看到他们2个人了吗？你感觉是情侣吗？不，应该不是吧，毕竟2个人的气质怎么看都不搭。确实呢，怎么看都不怎么像。听着这些话，犹太不断将自己的头埋得更低。确实呢，正如他们所说的一样，大概率是猪圈女友之类的事情吧。不要抱有那种不切实际的期待，他现在在这里只是一次偶然而已，所以不要误会。那个犹太先生，你要喝些什么呢？这个嘛，来杯啤酒就好了。来，犹太先生，干杯，庆祝我们的第一次线下见面。而犹太因为气氛实在是太尴尬，他也不知道要说些什么，只好不断的朝自己灌酒，灌着他就被呛到了。那个犹太先生，你没事吧？真是的，怎么这么不小心？那个 A 小姐，你这是？抱歉啊，我是看你好像被呛到，难道你不喜欢这样吗？倒也不是那么说，老实说，我没办法理解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温柔。毕竟我长相一般，也不是什么有钱人。老实说，我实在想不明白，你为什么会想要和我见面？真是的，犹太先生，你还说为什么？那当然是因为我们都一样喜欢《关于恋爱》这本书啊。我一直挺好奇，能和我喜欢相同书籍的人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什么样的人吗？怎么说呢？抱歉啊，其实我是那种非常阴暗的人。不要说什么恋爱经验，我连女朋友都从来没有过。你说的那本关于恋爱，怎么说呢？其实我们并没有读出什么共鸣感，所以其实也不知道要怎么和你交流。抱歉啊 A 小姐，让你失望了。犹太先生，你觉得没有女朋友就不能聊了吗？既然这样的话，让我当你的女友怎么样？推荐你刚才说自己是因为没有女友，所以是废人吧？那么只要有了女友，不再是童真的话，不就不是废人了吗？犹太看着对方那深邃的眼神，仿佛整个人都要被吸入其中。那个，呵呵，果然犹太先生你很有趣的。抱歉啊，刚才是开玩笑的，因为你实在是太有趣了，所以就忍不住要捉弄你。不，我当然知道是玩笑啦，毕竟谁会和我这种废人？不过怎么说呢，就算是废人，其实犹太先生你也有很可爱的地方哦。接二连三的挑逗也是让男主有些绷不住。那个，请不要一直拿我寻开心。哎呀，被你发现了。不过老实说，我也还是劝犹太先生还是放弃我才会比较好哦。怎么样，犹太先生是不是非常美味啊？确实味道很不错呢。靠，刚才因为太过紧张，根本没有吃出什么味道，而且我似乎做了一系列非常丢人的事呢。喝酒被呛到，离开的时候钱包还忘在了座位，结账的时候更是零钱撒了一地，不能再这么出丑下去了，必须找回颜面。那个怎么了吗？抱歉啊 A 小姐，今天我一整天都很丢人吧，所以那个就让我送你回车站吧。也就是说，犹太先生，你要当我的护花使者吗？既然这样的话，我的安全就交给犹太先生你了哦。护花使者？犹太看着对方伸过来的手，正当他颤颤巍巍的要去牵过的时候，谁料下一秒 A 小姐直接越过了手，挽住了他。那个 A 小姐，你这是喝醉了吗？我有没有喝醉呢？犹太先生，你要不要猜一下？面对对方的不断捉弄，犹太只能在内心不断告诫自己要冷静一点，这只是对方的恶作剧而已。更何况等一下2人到了车站分别之后，应该就再也不会见面了。毕竟没有人会想要和我这种废人相处。既然已经是最后一面，那么多绕点路应该也没关系吧。
毕竟只是延长几分钟而已，应该没事吧。随后两人走着走着，不知道为何来到了一条全是旅馆的巷子，这下属于还你揣裤头，不是死也是死了。哎呀，犹太先生，你这是把我带到哪里来了？抱歉，我对这附近不太熟，没想到走着走着就到这种地方了。来如此，下一次吗？难道犹太先生你对这地方很熟悉吗？不，哪有那种事？呵呵，那和我一样呢，我对这种地方也不怎么。而听到这话的犹太则是感觉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毕竟 A 小姐怎么可能会来这种便宜旅店，要去的肯定也是那种高级或者豪华的旅馆才对。喂，犹太先生，你现在在想什么？难道是 H 的事情吗？那个 A 小姐，我们还是赶紧从这个地方出去吧。我记得车站在那个方向来着。那个犹太先生，如果我说现在还不想回去，你要怎么做呢？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问题，犹太实在不知道要怎么回答。那样的话，要再找一家酒馆喝一杯吗？是这样吗？可是如果这样的话，你可是会错过脱离废人的机会哦。为了以后关键时刻不掉链子，你不觉得提前学习一下这种知识比较好吗？犹太感受着胸口传来的触感，知道对方肯定也只是开玩笑的而已，不可能是真心话。但是他还是有些好奇，如果在这里接受的话，事情究竟会如何发展呢？怎么样啊，犹太先生，要不要来简单的学习一下呢？如果有一个坏女人在旅馆附近疯狂的暗示且挑衅你，犹太先生，而此时我们的男主犹太就面临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邀请自己怎么可能？毕竟他只是一个废人而已。他看着那双宛如要将他魂魄吸入其中的双眼，根本就做不出任何思考。那个 A 小姐，请不要随便说这种话。毕竟要是我是个坏人的话，那个你不就会被带进酒馆里面做很过分的事情吗？如果是那样的话，你要怎么办？犹太先生，你会做过分的事吗？不，我才不会对 A 小姐你做那种事呢。我是想让 A 小姐你更加爱惜自己啊。真是的，我这是在胡言乱语什么？竟然说这种高高在上的话。果然能遇到犹太先生你真是太好了。那么我们也赶紧回家吧。今天晚上我玩得很高兴哦。而在对方说完这句话之后，犹太感觉自己的身体仿佛失去了知觉，只是在不断的享受着与对方一起走向车站的过程。而到了车站之后，他才勉强恢复了一些意识。话说犹太先生，你也是这边吗？不，我回去的话在相反的方向。这样，那看来要彻底分别了呢。抱歉啊，因为刚才走错了路，所以才导致这么玩。不，那里我也玩得很开心啊。而且怎么说呢，我感觉我似乎对犹太先生更感兴趣了呢。而就在对方要离开的时候，突然又回过头，随后突然就将手伸进了犹太的口袋里面。对方突如其来的举动瞬间就让犹太怎么会了。不过谁料下一秒 A 小姐只是掏出了犹太的手机而已。哦，对了，犹太先生，如果还想要见面的话，随时都可以联系我哦。那么再见喽，犹太先生。而在留下这句话之后，对方就转身离开了。而坐在电车上回家的犹太则是感觉今天一整天似乎都很不真实，同时又似乎有点懊悔，为什么刚才自己要拒绝呢？如果要是顺势进酒店的话，现在岂不是？而就在他还处于幻想当中的时候，突如其来的消息声瞬间吓了他一跳。谢谢你，犹太先生，我今天真的玩得很高兴哦。看着对方发来的消息，他有些欣喜，但是同时他连自己在兴奋些什么都不知道，因为一整晚下来，他甚至连对方的名字都不知道。抱着这样的懊悔，即使回到家之后，犹太依旧睡不着。虽然对方说如果想要见面的话可以再联系，但是不管怎么想，那都只是客套话而已。就这样不知不觉过了10天，这期间他和 A 小姐就再也没有过什么交流。虽说对方说想见面的话可以主动联系他，但是这种事情对于他这个废人而言有些太难了。正当他在苦恼于自己软弱的时候，突如其来的消息，不过点开之后发现只是一般的推文而已。最近似乎有一部新电影上映了，如果他也发帖表示自己想去看的话， A 小姐会不会看见呢？真是的，我在想什么？要是到时候别人鸟都没鸟，我不是很尴尬吗？不过这种方式也好像好过去询问吧。而就在犹太发了消息之后，不知不觉过去了1个小时，随着通知的响起，犹太发现 A 小姐给自己点赞了，这顿时让他很是欣喜。随后他又不得不感慨自己的废柴程度，明明只是一个赞而已，自己竟然会这么兴奋。
不过这就说明对方应该看到消息了吧？既然这样的话，这不就是个好机会吗？直接发消息邀请对方一起去看。随后在经过了一阵挣扎之后，犹太还是鼓起勇气将消息发送了出去。不过在等了许久之后，都迟迟没等到对方的回信，这顿时让他陷入了自闭状态，觉得自己似乎有些太得意忘形了。对方之前应该只是嘴上客气一下，实际上已经把自己给拉黑了吧？而此时 A 小姐嘛，则是在疯狂的健身。当他健身完毕之后，才看到了犹太发来的消息。而此时犹太嘛，看着已经过去了2个小时，对方连已读都没有，基本上已经明确自己被拉黑了。毕竟这可是现实啊，不是漫画那种故事情节。而随着消息声的响起，犹太发现 A 小姐回信了，不过内容嘛，抱歉啦，犹太先生，虽然我很想去，但是抱歉啦，我周末已经和别人有约了，所以下次可以吗？什么叫做下次？果然当时只是一些客套话而已。不过说的也是 ，A 小姐那么优秀，怎么可能会没有对象呢？真是的，犹太，你究竟有多蠢才会当真？这一切你不是早就心知肚明了吗？而正当犹太想要删掉 A 小姐的时候，对方突然一个电话打了过来，这顿时让他有些不知所措，急忙间按响了接听。那个你好，喂，是犹太先生吗？你现在有空吗？没什么事。那个 A 小姐有什么事吗？这不是看你今天突然给我发消息，我还以为发生了什么了啊！难道说犹太先生你是想我了吗？对方直白的话语让犹太一下子不知道要怎么接。那个我只是看到新出了那个电影，想着 A 小姐你会不会对那个感兴趣，所以就呵呵，就算这样也不用这么拼命吧。不，是我的问题，抱歉啊，突然给你发消息。不过抱歉啦，犹太先生，关于电影的事情，我这周确实抽不出时间，所以犹太先生，要不我们下周再去看怎么样？可以吗？既然这样的话，就说好了哦。犹太先生，你可以像个好孩子一样，慢慢等我哦。随着一通电话的结束，犹太那原本已经化为死灰的内心再次开始躁动起来。糟了，感觉今晚又要睡不着了。呵呵，刚才听犹太先生的样子似乎很慌张的，真可爱呀！果然故意等2个小时再回答是正确的呢。今天的男主还是和往常一样苦逼的上着班，不过如果要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大概是因为下周可以和 A 小姐一起看电影，所以他目前还是对人生充满希望的。喂，我说春景，你在那边傻笑什么？来者是男主犹太的同事高丽明理。抱歉啊，高丽，有什么事情吗？什么事？这个资料是春景你做的吧？你给我好好看看，这上面的表还有数字根本对不上。男主接过手之后，发现这个是之前有一个前辈甩给自己的，看来这锅他是不得不背了。这边的数据也错了，真实的做事能不能用心点？抱歉啊，我这就去改。不过话说回来，看你刚刚笑得那么开心，难道说是要和谁约会吗？约会不，那个应该算是吧。真的假的？春景，你要去约会吗？我可没有听说过你小子交了女朋友哦，快说是什么时候交的？不，我感觉离女朋友还差远了呢。虽然犹太已经在这家公司工作了一段时间，但是他还是适应不了，毕竟他一个社恐，在这种全是社牛的公司，实在令他有些难以适应。当初他本来是打算去游戏公司的，但是家里人认为是个不学无术的行业，死活不答应，于是他只能来这。总之，麻烦你在享受电影约会之前，赶紧把那份资料给我重新做好。真是的，高丽酱，你还是那么冷淡。话说回来，犹太，你打算穿什么去看电影呢？这个嘛，直接穿个 T 恤还有牛仔裤去就行了。喂，你这家伙在说什么？那样也太不负数了吧。毕竟再怎么说，这好歹也算是一个约会啊，女孩子可是会在这种事情上鼓足了劲，会打扮得非常卖力的。你要是不好好打扮一下，和她走在一块，她可是会觉得丢脸哦。所以犹太，你最好好好打扮一下啊。好的，前辈，我会注意的。这种事也能吵成这样子，这些家伙是什么高中生吗？不过话说回来，竟然会有人会想和那个春景约会，那得是个什么样的怪人啊！真是的，没想到连春景那个家伙都要去约会了，我这还要整天在这里苦逼的上班，要不干脆试一下相提软件吧。而犹太回家之后也是开始思索起衣服的问题，如果不穿好看点的话，确实感觉配不上 A 小姐呢，至少不能因为自己让她感到尴尬。随后犹太开始不断的翻找自己以前的衣物，翻来翻去发现没有一件像样的，果然还是得重新去买一些才行。而当他在网上收起穿搭的时候，各种各样时尚的词汇瞬间就把他干晕。不行啊，我对时尚这种东西果然一窍不通。而隔天来到商场之后的男主只感觉自己和这边格格不入，不过现在可不是退缩的时候。那个欢迎光临，这位先生，你要找什么样的衣服呢？那个我是想找一整套的。原来如此，整套的吗？
哦，对了，你手上的这件衬衫是今天刚进的货呢，和各种各样的裤子搭配都会非常好看，你要不要试穿一下呢？随后犹太就被对方连哄带骗的换上了那件衣服。这位客人，这件衣服超适合你的，穿在你身上简直绝配。而犹太也是被这推销员吹得有点飘了，立马就开始了幻想时间。犹太先生，你穿这样很帅气哦。一想到那样的场景，犹太就果断将他买下。不过结账的时候他就有点后悔了，毕竟他完全没有想到这件衬衫竟然这么贵，整整43000日元。不过虽说他有点肉疼，但是一想到自己刚才的幻想时间，又立马觉得有点值。正当他打算回去的时候，一道熟悉的身影正好从他身旁经过。犹太转身一看，发现真的是 A 小姐。正当他想向对方打个招呼的时候，却发现对方走向了一名长相帅气的帅哥。抱歉啊，让你久等了。真的是，你这是什么话？难道我有因为你迟到过然后生气吗？这么一想来的话，似乎没有呢。犹太感受着两人之间的融洽氛围，连上去搭话都不敢。回去之后的他更是因此沉寂了好几天。而就在约会的前一天，犹太本来想以委婉的方式将看电影的事给推迟掉，谁料对方根本不给他这个机会。没有办法的犹太只好隔天硬着头皮来到了指定地点。而刚到地方，他也是马上就发现了非常引人注目的 A 小姐。正当他想上前搭话的时候，突然发现 A 小姐似乎在被人搭讪。虽然对方的攻势非常猛烈，但是 A 小姐似乎完全没有搭理对方的意思。抱歉，她已经和我有约了。哈，你不是吧？小姐姐，你开玩笑的吧？你要和他约会？这家伙穿搭不管怎么看都有点太夸张了吧？真是的，老兄，你穿成这样来约会，真的好吗？你不会以为这是在表演什么英雄登场的节目吧？真是的，犹太先生，你好慢了，知不知道人家等了你多久？那个 A 小姐那个人，真是的，不要再提那种不认识的人了，赶紧走吧。而当两人离开之后，只留下一旁的路人一脸懵逼。这场面究竟是谁骗了谁啊？我可是很期待和你一起看电影的呢。抱歉啊，犹太先生，没想到还会发生那样的事。真是的，你刚刚为什么不马上喊我一下呢？明明我什么事都没有帮上。怎么说呢？我感觉那家伙其实说得对。毕竟老实说，我觉得 A 小姐你待在我的身边，刚刚不仅没有办法帮 A 小姐解围，反而自己还被救了。如果是那天那个人的话，肯定会勇敢的站出来保护 A 小姐的吧？不，哪有那种事？毕竟我可是很想见犹太先生你呢。犹太看着对方那副坏笑的样子，瞬间有些入迷。话说回来，你今天给人的气氛感觉和之前差别好大呢。难道说你是为了我才打扮的这么花哨的吗？不，那个怎么说呢？我是感觉至少应该要好好打扮一下。但是以我的品味，没想到会直接变成奇装异服。那的犹太先生，请不要这么说自己，别去那种随随便便找个人就开始搭讪搭话的人。我可是觉得像你这样为了别人尝试打扮自己的人，可知道比前者好多少倍呢？虽然你打扮的确实有些乱七八糟就是了。抱歉啊 A 小姐。哦，对了，距离看电影还有一段时间，那个犹太先生，你要不要陪我一下？那个 A 小姐，这我们是要去干嘛？那还用说，当然是因为人家突然想要和犹太先生你玩换装游戏啊。A 小姐就带着犹太来到一家服装店，开始挑起衣服。而犹太看着对方熟练的样子，当场鬼脑发动，认为对方之所以这么熟练，肯定是因为经常为之前那个人挑选衣服。快点过来，犹太先生。你的身材比较苗条，所以应该会很适合这样的款式哦。不，那个 A 小姐，就算你这么说，我也不是很懂啊。赶紧去试穿看看吧。随后犹太就被对方推进了更衣室。那个客人今天是要和男友进行购物约会吗？呵呵，差不多了。而听到 A 小姐的回答，犹太瞬间激动的不行，连忙将 A 小姐挑选的衣服快速换好。怎么样，犹太先生，很合身吧？特别是你现在穿的这件外套，将里面的衬衫衬托得非常不错。话说回来，这位先生既然是在尝试改变形象的话，要不要试试看隐形眼镜呢？而听到这话的犹太试着将眼镜摘下来，发现眼前的一切瞬间变得一片模糊。A 小姐在接过他的眼镜之后，主动为他戴上。不，我还是更喜欢戴眼镜的犹太先生，毕竟在的样子才像你嘛。是这样吗？既然这样的话，那还是继续戴眼镜吧。哦，对了 A 小姐，这些衣服的钱多少？我这就还给你。不用了，你出来陪我，我就很高兴哦。而且如果犹太先生你真的觉得不好意思的话，下一次再陪我出来逛逛吧。A 小姐
姐所展现出来的温柔，无时无刻都在吸引着犹太，而这也让他更加好奇，上周遇到的那个人究竟是不是对方的男朋友？如果是的话，他应该要远离 A 小姐才对。其实从某种程度而言，如果可以的话，他那天根本不希望遇到 A 小姐，毕竟如果那样的话，他的内心也不会像现在这样挣扎。那个 A 小姐，其实我有一件事想跟你说。那个大概是上周的时候，我好像在街上遇到了 A 小姐你，虽然说有点冒昧，但我还是想要知道，那个人是你的男朋友吗？男朋友？上周？哦，你是说那个时候吧？真是的，犹太先生，你都看到我了，怎么不过来和我打个招呼？这个嘛，而这话倒是提醒了男主，自己与 A 小姐的关系，确实就算被自己撞见，也不会怎么样。话说犹太先生为什么要问这种问题呢？是不是男朋友很重要吗？这个嘛，因为那个人如果是你的男友的话，像这样我们两个人见面应该不太好吧？犹太先生，你的回答只是这样吗？只是一下子就将男主给问懵了，一时之间不知道要如何回答。犹太先生，你换种表情果然很有趣的。其实那个人只是我的哥哥而已啦。是这样吗？上周我哥哥他是有事情找我商量，因为他好像又差点被女生给捅了。差点被捅了，他没事吧？话说回来，犹太先生你也真是的，居然把人家的哥哥误以为是男朋友。抱歉，因为你们两个都长得非常好看。怎么样，犹太先生，得知了这些之后，是不是感觉松了口气？不，那个 A 小姐，我并没有那种意思。胡说，犹太先生，你就是那位意思，你吃醋了吗？不，那个怎么会吃醋呢？毕竟我们这么说来也是的，毕竟我们两个确实不是那种关系。对方这种略显失落的回答，不禁让犹太开始思索对方这话的意思。好了，犹太先生，电影马上也要开始了，我们赶紧走吧。毕竟我对这场电影可是很期待哦。风暴号召回来，我们两个好像还没有买票呢。抱歉，我现在就去买票。我看看，应该买相邻位置的就行了吧？那个 A 小姐给你。谢谢你，犹太先生，我这就把钱转给你。不用了，之前买衣服的钱我不也没有给 A 小姐吗？如果按价位来算的话，我反而还欠了很多呢。这样了，那就谢谢你喽，犹太先生。虽然现在的犹太还感觉不错，但是一进到电影院之后，他就紧张的要死，连手都不知道该放在哪。明明之前和 A 小姐待在一块，并不会这么紧张，是因为现在光线太暗的缘故吗？犹太先生，你说我们现在看起来像不像在约会？哦，对了，之前犹太先生你说过没有女朋友吧？既然这样的话，要不要来场约会练习呢？首先要把手放在这个位置，然后不，那个是啊，就算现在并不是真正的约会，哪怕现在手相互牵着也是事实，就算心里面有许多的顾虑，也不愿意放手。毕竟此时享受着这种暧昧氛围的他，只希望这场电影永远都不要结束。真是的，犹太先生，不要紧张嘛，毕竟这都是为了你哪天真的要和谁约会所做的准备哦。刚开始看电影之后，不知道已经过了多久，犹太总能闻到自己身旁有一种很香的味道，以及肩膀上传来的那种微微的重感，这一切都让他很是享受。不过一想到自己流出来的手汗，又让他完全没有办法专心看电影。而也在这时 ，A 小姐突然起身，手也从犹太那边离开。是犹太也意识到自己的梦该醒了，自己的手汗那么多，一直牵着对方也不太好。真是的，明明他应该早点意识到这点，把手主动撒开才对。而也就在这时，犹太注意到 A 小姐弯下腰，拿起了一块手帕，开始擦拭着眼泪。看到这一幕的犹太不禁有些错愕。没想到看似无比成熟的 A 小姐也会有如此一面。虽然之后犹太想将手重新牵起来，但还是觉得不好意思，又伸了回去。而他的举动也是被 A 小姐所察觉到，不仅再次将头给靠了过去，还挽着对方的手。但时间不知道过了多久，随着电影的结束，犹太的这场梦也终于迎来了彻底的终结。强烈的反差让他难以适应现实。好了，犹太先生，我们也差不多该走了。好的。这场电影真不错呢。哦，对了，犹太先生，我记得你读过原作吧？感觉和原作的区别大吗？这个嘛，对于这问题，犹太实在不知道怎么回答。总不能说因为看你看得入迷，导致电影根本没有看到什么画面，这种话怎么可能说得出口？哎呀，看来犹太先生你好像没有认真观看呢。明明是你邀请我来的，是有什么事情吸引了你的注意力吗？这个嘛，毕竟看电影的时候发现 A 小姐你似乎流泪了，没想到你这么感性，让我有点意外。那还用说了，毕竟我只是个非常普通的人而已，当然也是会哭会生气的咯。虽然 A 小姐这副微微生气的样子也很可爱，但是犹太也意识到事情的不妙，毕竟如果真把对面弄生气了，以后估计就再也见不到了。
那个 A 小姐，抱歉，我不是那个意思。哎呀，犹太先生，你其实不用这么慌张了。难道说你以为我生气了吗？真是的，我怎么可能会因为这种小事生气呢？只是觉得比起你为难的样子，反正的样子更加有趣而已。是这样吗？早就回来，没想到已经这么晚了呀。而此时犹太则是有些不甘，因为看场电影就直接要解散了，那岂不是他连对方的名字都还没有问到吗？那个 A 小姐，如果你有时间的话，能不能再去吃顿饭怎么样？毕竟我也挺想了解一下你对刚才电影的看法。真的是，明明是要邀请对方吃饭，我在这边疯狂叠假是什么意思？那个犹太先生，让我捋一捋，也就是说，你想要和我再多待一段时间吗？不，那个我只是什么？犹太先生，是的，我确实想和 A 小姐你多相处一段时间。既然这样的话，赶紧走吧，正好我也肚子饿了。哦，对了，犹太先生，你能等我一下吗？我要去补个妆。好的。在 A 小姐补妆的时候，犹太也是开始疯狂寻找附近的餐厅，而也就在这时，他发现推特有人给他发消息，虽然有些在意，但是现在并不是在乎这个的时间，还是找餐厅要紧。抱歉了，犹太先生，让你久等了，赶紧走吧。好的。那我们将视角拉回给男主发消息的那个人，嘿嘿，发出去了，也不知道黑骑士老师会不会看见。果然，看完电影之后和别人聊一聊，总是能回忆起很多细节呢。本期男主在看完电影之后，因为还不想和坏女人分开，于是又便和对方吃了一场晚饭。不过晚饭过后，相同的问题再次出现。正当他以为一切都要结束的时候，犹太先生，接下来我们去散散步、醒醒酒，怎么样啊？当然啦。怎么样，犹太先生，这里的晚风很舒服了。是很舒服呢。随后犹太发现这地方不仅漂亮，而且附近还有很多情侣。那个犹太先生，你在看什么呢？不，没什么，只是觉得这个地方真热闹啊。当然了，听说这里的晚上可是著名的约会圣地呢。犹太先生，你刚刚不会就是在想这个吧？随着对方的不断靠近，犹太的内心也开始狂跳不止。正当他闭上眼，以为想象中的那一幕真的要出现的时候，坏女人却突然杀开。真是的，犹太先生，不要这么紧张嘛，开玩笑而已。怎么样，吓到了吗？那个 A 小姐，这种事情还是少做点比较好。要是对方当真了，不就糟了吗？那个犹太先生，我可不是对谁都是这样哦。如果犹太先生你要是因为这点小事有什么误解的话，我可是会很困扰的哦。这话也确实提醒了犹太，毕竟这一切的一切对于 A 小姐而言，或许只是一场游戏。身为废人，自己有什么资格让她动真心呢？我对于她而言，或许只是闲暇之余找的乐子罢了。可是就算如此，我依旧想要继续了解对方。那个 A 小姐，可以告诉我关于你的真实名字吗？真是的，犹太先生，你刚才的我一本正经的样子，我还以为你要说些什么呢。我的名字叫做次。是，原来如此，叫智吗？那个，谢谢你愿意告诉我真实的名字。哦，对了，犹太先生，你既然都知道我的名字了，要不要试着叫一下？好的，智小姐。我这样你直接称呼我的名字啦。不，这种难为情的事情怎么可能说得出口？真是的，犹太先生，这不是很简单吗？你看，就像这样，犹太。不过贴脸的地狱瞬间让犹太感觉浑身一颤，只能不断在内心告诫自己冷静点，不要误会。好了，犹太先生，我们也差不多该回去了，我们就下一次再约吧。好的，只要到时候智小姐你愿意和我这种人出来的话。哦，对了，下次要不要去犹太先生你家看电影呢？通宵看的那种。不，其实我家很小，所以应该不太行。哦，是这样吗？不会是因为太乱才不让我去的吧？随后时间不知不觉来到了几天后，因为智小姐之前说过或许会来自己家，所以她前几天一直在疯狂大扫除。不过也在大扫除之后，她的内心更加空虚。毕竟虽然这几天她和智小姐有过一些交流，但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出门的契机。现在智小姐在做什么呢？而一想到智小姐或许可能此时在和别人约会，犹太脑海里面就一阵绝望。而为了不让自己再胡思乱想的犹太，只好看起了自己的社交账号，还是和往常一样冷冷清清。而也在这个时候，他突然想起来，之前他和智小姐看电影的时候，好像确实有人给他发过消息，对方好像是想要和自己看电影来着，但是因为和智小姐相处的太过高兴，于是把这件事给忘了。不过时间已经过了这么久了，他还回复是不是不太好？不过如果不回复的话，不是更糟吗？随后犹太就发消息回复了这位名叫干涉的网友。太好了，黑骑士老师终于回我消息了。好想和智小姐聊天，可是要是一直给她发消息的话，估计会被嫌弃很烦，然后拉黑掉吧。真是的，没想到几天没联系我就变成这样。不过这应该也正常吧，毕竟如果想起以前的人生的话，似乎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和女孩子接触过。就在犹太感慨自己人生的时候，手机传来一阵消息，瞬间就让犹太兴奋了起来。随后下一秒他又步入了绝望，因为发消息过来的是
自家老妈的工作可好，对象可有，工作还有得干，但是对象嘛，连个影子都没有。这么说起来的话，最近他手机里面也开始疯狂出现一些相亲软件广告。不过对于他这种废柴而言，用这些软件大概率也只是会成为炮灰而已。不过说起结婚的话，要是可以和智小姐一起……欢迎回来，犹太。你是要先吃饭呢，还是要先洗澡呢？还是说要先……真是的，我个白痴究竟在想些什么啊？话说，我要是通过这种 APP 找到女朋友的话，智小姐会怎么看我呢？真是的，我究竟在想什么？那么好的智小姐，我竟然这么想她。而也就这时，犹太发现似乎有人向自己发了一条私信，而发消息的人正是之前回复他的名叫干氏的网友。非常感谢老师，你百忙之中抽时间回复我。抱歉啊，如果是回复的话有字数限制，所以我只能私信。虽然不能和老师你一起看电影，我感到有些遗憾，但是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想要约老师你一起出来玩。我的话随时都有空，只要你有时间的话，都可以随时联系我。靠，这一大串消息真是吓我一跳。话说老师是什么鬼啊？消息的内容大致应该是想找我出去玩吧。不过话说回来，这个叫做干氏的是个什么样的人来着？算了，看看他平时都发些什么吧。大份拉面，还有一大堆的漫画，而且称呼还是老师。怎么说呢？综合以上形象，大概是这个样子吧。他说好不容易有人找我一起玩，要不去一趟？还是算了吧，毕竟之前刚和智小姐一起玩，我不想这份回忆这么快就被覆盖掉。而正当犹太想要拒绝对方的时候，干氏又表示明天有雨月英老师的签名会，所以想找犹太一起去。毕竟他还记得犹太非常喜欢于月英作者的一部作品《恶魔阿莫》，而说起《恶魔阿莫》，犹太也不禁想起初中时候的事情了。当时他可是超沉迷这本小说的。如此一来的话，和对方去玩玩好像也挺不错的，毕竟或许还可以借此机会缓解一个人时候的寂寞感。于月英老师吗？很不错呢。不过和我这种人一起去真的没有问题吗？那还用说？当然啦，如果是我自己一个人的话，我还犹豫要不要去。但是如果老师你愿意陪我的话，对我来说可是莫大的帮助。看到这条消息之后，犹太也是找起了东西，随后就找到了刚才提到的恶魔阿莫。在仔细观察了一下内容之后，他只觉得非常的怀念，于是他决定在明天签名会之前要好好的全部看一遍。随后时间来到了隔天，犹太也来到了仔细地点，对方表示今天穿了淡蓝色的衣服，不过犹太不管怎么看都没有看到对方的身影。而就在这时，一个人突然拉住了他。那个黑骑士老师，不对，是犹太先生吗？你好，我是干氏。而就在犹太转头一看，发现他印象中的那个是肥宅干氏，竟然是个穿洛丽塔、身材有些矮小的女生。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原本以为只是和肥宅网友的线下见面，结果发现来的是一个身材娇小、性格有些怯懦的女生。干氏小姐，抱歉，我之前先入为主，以为你是个男性来着。抱歉啊，老师让你感到困惑了。这怎么说呢？我现在因为有点紧张，可能话有点说不清。非常感谢你愿意花时间过来和我见面。老实说，我今天晚上因为太过兴奋，导致睡不着，所以今天还请你多多关照。靠，现实中说话也好长。然后犹太就认为，虽然说自己不是刻意来和女生见面的，但是总感觉这样有些对不起智小姐。原来犹太先生只要是个女生就会来者不拒啊。随后他又告诉自己不要想太多，自己只是去参加签名会而已。那既然已经到齐了，那么我们接下来去签名会吧。好的。话说你的手那个老师抱歉啊，果然作为阴角的我就不该用脏手触碰你，好像肯定被你讨厌了吧。老实说，我从小到大就被别人评价为不会察言观色，而且没有距离感，所以真的非常抱歉。不，哪有这回事？是我该向你道歉才对。抱歉啊，老师，我又失礼了。对了，我来之前查了一下签名会的路线，我来带路就行。好的，那就拜托你了。这边嘛要右转，这里好像还是右转。奇怪，我明明记得应该到了才对啊。看样子似乎迷路了。那个干氏小姐给我看一下吧，让我看看我们现在的位置在这里，然后签名会在这边。真是的，没想到签名会这么隐蔽，多亏了干氏小姐你，我们才能到这附近。真不愧是老师你呢。好，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就赶紧进去吧。好长的队伍，真不愧是恶魔阿莫的作者李英老师呢。谢谢干氏小姐你的邀请，多亏了你，我最近重新看了一遍恶魔阿莫，感觉很怀念呢。我也是哦，最近我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总能想起小学美好的回忆。小学？难道说干氏小姐你还是学生吗？我还是大学生来着，今年19岁。19岁？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恶魔阿莫已经是10年前的书了吧？是的，恶魔阿莫是我在小学3年级时候看的。那个怎么了吗？那个3年级就看
这书会不会有点太刺激了？这个确实，毕竟作为主角的露米亚大人是见习魅魔，我原本会买它的原因也是冲着封面去买的。老实说，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大概就是露米亚大人在中了前辈的魅魔暗示之后彻底黑化的那一段，也就是那个时候开始，我好像听到了自己擦皮扭曲的声音。什么叫做擦皮扭曲的声音？我以前的画面我可是不知道画了多少次。不过话说回来，钢丝小姐，原来你还会画画？不，老实说，我的画技几乎为零，其实很不擅长画画来着。哦，对了，比起这些，犹太先生，你最喜欢恶魔阿莫里面的谁？这个嘛，大概是第3卷出现的天使雷斯吧。天使布雷斯吗？我懂，他超可爱的，明明是个天使，但是却性格恶劣。但也正因如此，所以随后犹太就发现钢丝小姐说着似乎有些不对劲，随后下一秒整个身体就不断向前倾，好在被犹太及时接住。那个钢丝小姐，你没事吧？不，没什么事，只稍微有点头晕而已。既然这样的话，还是找个凉快点的地方休息一下吧。钢丝小姐那边有家奶茶店，来，我扶着你。谢谢你，犹太先生，我终于活过来了。抱歉啊，给你添麻烦了。不，是我没有注意到你的状态。钢丝小姐，你刚刚是怎么了？这怎么说呢？因为我平时几乎天天宅在自己家里面，所以因此有点害怕太阳。拜托不要说的自己和个吸血鬼一样，好吧？不过你放心，现在已经好多了。话说回来，犹太先生，刚刚你真的很帅气哦，简直就像童话里面的王子一样。想必犹太先生你肯定很受欢迎吧？不，才没有那回事呢。话说我今天是怎么了，居然可以这么冷静的和女孩子交流？如果是之前的话，我应该只会给她添麻烦吧。是因为和新小姐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开始慢慢习惯和异性接触了吗？等等，犹太先生怎么了吗？那个总之你没事就行。关于签名会的事情，还是不要勉强自己比较好。这真的非常抱歉，但是因为我才没有办法进行签名。不，没关系啦。而且比起我的话，钢丝小姐你应该更想去才对吧？不，老实说，倒也没有那种程度。虽然恶魔阿莫的签名我确实很想要，但是老实说，我关于能见到犹太先生你，我就很满足了哦。对姐，我可是一直很想见你一面，签名会也只不过是一个借口而已。为了见我吗？那个我们是第一次见面才对吧？你确定没有认错人吗？才没有那种事呢，人家才没有认错。我一直以来都很想见犹太先生你呢。哈？因为犹太先生你就是黑骑士老师吧？黑骑士老师？大家愣了一下之后，立马就意识到，黑骑士不就是自己高中时期在小说网站上使用的笔名吗？对于他而言，那可是妥妥的黑历史啊！为什么钢丝小姐你会知道？呵呵，果然你就是黑骑士老师。因为我初中时期既没有参加社团活动，也没有什么朋友，于是整天回家就会打开小说网站看小说。而在那些小说里面，我最喜欢黑骑士老师你的作品了。可是有一天，老师你的账号突然消失了。为此，我就开始不断搜索老师你的笔名、用户 ID 还有生日之类的，随后又在粉丝列表里面仔仔细细筛选了一番，才终于找到老师你了。拜托，你这不就是人肉吗？我呢可是非常喜欢老师你的作品的。当时考完之后还没来得及将读后感留下来，你就突然消失了。老实说，我当时超后悔自己没有早一步看完的，所以现在有机会可以亲自告诉黑骑士老师你，我可是觉得自己幸运到爆。那个虽然你很喜欢我的作品，我很高兴，但是怎么说呢？因为当时写小说的时候才高中，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几乎都是黑历史。哦，对了，黑骑士老师，其实我很早就想告诉你，你描写的后宫小说真的非常棒，每一个角色个性都写得淋漓尽致，特别是主角失恋的那一段，关于内心的描写真的非常的真实。那个钢丝小姐细节方面就不用描述了。听到对方这么说的犹太也是意识到对方是真的很喜欢，如果自己再否认的话，不仅仅是对自己，也是对他人喜欢东西的不尊重。谢谢钢丝小姐，你能够喜欢。哦，对了，差点忘了，请黑骑士老师你务必要给我一个签名。签名我吗？哪有说今天我的主要目的就是这个啊？签名这种东西他当初确实练过，不过真的让他签确实有点。而正当他要拒绝，看着对方那非常期待的眼神，想要拒绝的话根本说不出口，这样应该就可以了吧？当然咯，太谢谢黑骑士老师你了。哦，对了，我还有一个请求，那就是请务必要和我握手。可以是可以了，只要你愿意和我这种人握手的话。真的吗？太棒了！谢谢你，老师，我这辈子都不会再洗手了。不，别这样，请务必以后还是要洗手的。那个钢丝小姐，我们吃点东西再去逛逛吧。好的，哈哈，果然感觉外套脱了之后凉快了好多啊。对于钢丝的打扮，犹太最想吐槽的并不是衣服上的图案，而是为什么要戴项链啊？那个黑骑士老师，接下来我们要去哪？这个嘛，让我看看。随后犹太就将对方带到了以前自己常来的书店。正当他有些担心该不该对方来这的时候，那个老师，你快看，这边有卖绝了的同人杂志耶。
看着对方高兴的样子，知道自己没有来错。老师，快点过来，这边也有好多好东西啊。那个干事小姐，等一下，那是18禁区啊。那个没事啦，老师，我已经19岁了。不，我不是那个意思。那个黑骑士老师，你认识这个角色吗？看着喜好和自己极为相似的干事小姐，犹太不禁感慨，如果他也能交到一个和他兴趣爱好相似的女友的话，肯定会非常幸福的吧。真是的，犹太，你给我等一下，因为稍微关系近点之后就开始胡思乱想了吗？你这人简直烂透了。那个老师，你这是在干什么？是我做错什么了吗？不，这不是干事小姐你的原因。哦，对了，干事小姐，你快看看这本小说，当初我也是很喜欢的。谢谢你和骑士老师今天愿意陪我出来玩。不，干事小姐，你不用这么客气的，今天我也玩得很高兴。那个，如果有机会的话，下一次能再和我一起玩吗？黑骑士老师。可以是可以了，不过还是麻烦你以后称呼我为犹太吧。谢谢你，黑骑士老师，再见。唉，算了。而晚上回到家之后，犹太也是不禁感慨，短短一天内竟然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随后，他也将今天拍的一些照片发到了网上。而此时，犹太不知道的是，他刚发出去的消息马上就被智小姐所看到了。哦，犹太先生，对面的这个身影是……这天，男主依旧被工作摧残了一整天，而他在回家的路上发现干事小姐正在不断的给他发消息。嘿，骑士老师，今天的工作也辛苦了，快看，这是我路上遇到了哈基米，是塑料袋耶，这家蛋包饭真的很好吃哦。快看，又是一只哈基米。自从那天他们关了之后，就一直有在联系，反倒是智小姐最近就很少和他聊了。他发现最近自己好像失去了和智小姐聊天的勇气，而干事小姐只是相反的是，每天都会和他消息发个没完，在对方一句句的黑骑士老师面前，甚至想着自己要不要再写点什么东西好了。不过已经很久没有写过小说的他，也不知道现在自己究竟能写什么，但他想记录下自己这段时间一直以来的感受。突然发现智小姐给他发来了消息，这顿时就令他吓了一跳。犹太先生，你现在在做什么呢？而在看完消息之后，犹太立马火急火燎地走下了电车，来到了智小姐所说的地方，在那边见到了智小姐。你来了，犹太先生，抱歉啊，突然把你叫过来，我是刚好在这附近办公来着。不过话说回来，犹太先生，你也不用这么赶吧？你就这么想要快点见到我吗？不，那个，我只是觉得让你等太久应该不太好。哎，是这样吗？我可是很想见犹太先生你的哦。作为小处男的男主哪里听得了这种话，当场心脏一拧，差点爆炸。真是的，智小姐就不要再开我玩笑了。我可没有骗人哦，这次就来这家餐厅怎么样？来到智小姐所说的店铺之后，犹太也是在内心疯狂的告诫自己，这次绝对要成熟稳重一点，毕竟经历了这么多次，自己也应该差不多习惯和女生面对面一起吃饭了。而令男主没有想到的是，这家店的就餐形式居然是两人坐在一块。那个还有这种形式的包间吗？这里安安静静的，很不错吧？来，犹太先生，快坐。因为坐在一块，所以距离非常的近，一下子让犹太难以适应。今天是工作日，所以犹太先生你换上了西装啊？怎么说呢？感觉挺新鲜的呢。拜托，这样怎么可能冷静得下来？抱歉，他打扰了，请问你们要点什么？好的，犹太先生，你今天就尽管吃，我来请客。不，这怎么好意思？来，干杯！哦，对了，犹太先生，我们好久没见了，最近过得怎么样？这个嘛，还是和之前一样，公司和家里面两点一线。要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大概是和干事小姐见了面吧。那的，犹太先生，你的手机好像一直在响哦。在智小姐提醒之后，犹太才发现自己的手机在响个不停，想都不用想，肯定是干事小姐发来的。不看一下消息吗？不用了，应该不是什么重要的事。真是的，犹太先生，怎么遮遮掩掩？难道说我一段时间没见，你已经交上女朋友了吗？怎么可能？正当犹太想解释什么的时候，突然想到了一件事，就是如果跟智小姐说自己交到一个关系不错的女性朋友，对方会不会挽留自己？那个智小姐倒也不能算女朋友了，是和我喜欢相同小说的同好。之前我和她参加了一个活动之后，她就经常和我联系。老实说，我也不是很清楚她要做什么。而说完这句话之后的犹太立马开始仔细观察智小姐的情绪变化。哦，这样啊，这不是挺好的吗？我会好好支持你们两个的。犹太没有想到得到的答案居然是这样的，瞬间就愣了一下。哦，对了，你说的那个女孩子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个嘛，才刚19岁，然后衣品挺有个性的，不过我和她只见过一面就是了。这样啊，然后呢，犹太先生，你喜欢她吗？喜不喜欢什么的，老实说我也不是很清楚。说的也是呢，毕竟现实中哪里会有第一次见到对方就疯狂喜欢上人家的人啊？说的也是呢。不过我们的兴趣爱好差不多，
和他交往的话应该会挺愉快的吧。真的是事到如今我还在这样说啥这样，那祝你们交往顺利哦。谢谢。不过话说回来，如果优太先生你和他发展顺利的话，我们以后还是不要像这样轻易见面比较好哦。而听到对方这么说之后，优太只感觉自己的人生受到了一次重击。那个为什么？毕竟要是知道了自己喜欢的人去见了别的异性的话，是个人都会很生气吧。这么说来的话，确实。优太先生，你还有什么别的看法吗？不，那个智小姐，还是请你不要误会，我和干事其实没什么的。是这样吗？那么优太先生，你刚才为什么要对我说那些话呢？这个嘛，难道说你是想让我吃醋才这么说的吗？优太先生，你是不是觉得只要自己交到了其他的女孩子的话，我就会挽留你呢？可不要说不是哦，你现在的表情完全就是这么说的呢。不，那个怎么说呢？智小姐，你可以理解为我只是单纯的想要充个面子而已。至于吃醋的话，像我这种人跟你应该不可能的吧？毕竟我们完全就是两个世界的人。真是的，什么叫做不是一个世界的人？这么说来，优太先生，你很了解我咯。不，那个我其实并不了解智小姐你。是吧？既然这样的话，周末要不要一起来看电影呢？去优太先生你家看。去我家看电影吗？因为这样可以更好的了解我们之间的喜好啊。难道说优太先生你不愿意吗？不，怎么会不愿意呢？话说优太先生，你刚刚说是因为活动认识那个女孩子的吧？是什么样的活动呢？这个嘛，是关于我高中时候读的一本小说，当时刚好有个签名会，所以我们是那个时候见面的。这样啊，优太先生，你真是喜欢书呢。不过说起高中，优太先生，你高中的时候是个什么样的呢？毕竟你不是说你没有恋爱经验嘛，我挺好奇你在干嘛的。而突然被问到这个问题的优太突然愣住，他是真不知道要怎么回答。毕竟高一的时候他因为太过社恐，根本没交到朋友，放学后就直接回家。高二的时候，即使有休学旅行，依旧没有交到朋友。等到高三的时候，他就专心学习考大学了。如果要用一句话概括的话，大概就是你和青春这种事情完全没有缘分吧。是这样吗？话说智小姐，你的高中生活怎么样？肯定和我不同，闪闪发光吧。我的高中感觉挺普通的吧，虽然挺高兴的，也只在和一些朋友玩之类的。对了，之后还交了个男朋友，他是个眼镜控哦，经常会和我去约会。虽然现在感觉挺正常的，但是当初第一次接吻的时候还是感觉挺新鲜的呢。好了，优太先生，差不多要末班车了，我也该回去了。毕竟我要回去好好想想，到时候我要看什么电影。晚上坐车回去的优太虽然很高兴今天可以和智小姐待在一块，但是同时又懊悔自己为什么当时要说那种蠢话，感觉不仅对不起甘氏小姐，肯定还给辛小姐留下了不好的印象。随后当他拿起手机要看一下甘氏为什么刚才给他发一大堆消息，而打开一看发现对方已经全部撤回。抱歉啊，甘氏小姐，刚才我有事，所以没有看见，是发生什么了吗？抱歉啊，老师刚才给你发了这么多消息。我是想说，如果老师你方便的话，能不能周末见一下面？因为这件事我虽然想找人帮忙，但是身边能依靠的人就只有老师你了。而看到周末的优太意识到不妙，毕竟这个时间和智小姐要来自己家那天刚好撞上。要开始了吗？王牌对王牌。当一个成熟稳重、非常擅长撩人的坏女人，以及一个性格软弱、各种兴趣爱好都与你相似的少女都出现在你身边的时候，要如何抉择呢？而此时我们的男主优太就遇到了这么个问题。其实老师，没想到你面对女孩子竟然会这样犹豫，真是让人家有些失望透顶了。我就知道优太先生你就是个烂泥扶不上墙的废材。而看着两人离开，下一秒男主就当场被吓醒。原来是梦啊，真的是怎么自己在梦里面也这么窝呢？不过我也很清楚之所以会梦到这个的原因，毕竟昨天虽然说和智小姐约好了要看电影，但是之后甘氏小姐又打算和我见面，她实在想不明白之前她一直引以为傲清闲的周末为什么会突然行程变得这么满。随后下一秒她就化身为时间管理大师，想着干脆周六晚上和智小姐看电影，然后周日再去陪甘氏小姐。虽然这样看似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但是下一秒优太就发现了自己的问题。曾经我不就是最讨厌这种脚踏两条船非常不负责的人了吗？所以眼下的场景他必须要回绝其中一位的邀请，不过让他选择的话，他是倾向于智小姐。虽然说这可能是一段遥不可及的单相思，但是如果不够专一的话，或许连喜欢上人家的资格都没有。随后下一秒优太就被自己这种想法给笑到，毕竟自己昨天可是还特意提到甘氏小姐，想看看对方是否会吃醋，这样的他哪有什么资格谈专一？而且他也觉得非常对不起甘氏，而且比起他的话，甘氏明显更应该找一个年龄与他相反的男生。
交往才是正确的。虽说如果那样的话，他又会感觉有点受伤。真是的，犹太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想这个？总之还是先委婉点拒绝干事小姐吧。那个抱歉啊，干事小姐，这几天我妈要来我这边几天，所以抱歉啊，有些不太方便。男主在编辑好信息发出去的瞬间，发现对方光速已读，而且更是秒回。抱歉了，黑骑士老师，是我太着急了，我还以为已经和老师你相处的已经很要好了，抱歉是我僭越了。放心吧，黑骑士老师，我不会给你添麻烦的，所以拜托请不要嫌弃我。犹太看着对方发来消息，越看越不对。不，干事小姐，我怎么会嫌弃你呢？而此时的犹太也才意识到，对方应该是真的有什么事吧。帮帮我，黑骑士老师，有人欺负我。不然也不会真的10万火急，非得找自己不可。不过通常急事不是应该先联系朋友或者家人之类的吗？就这样，时间来到隔天，而就在他将一切准备完毕之后，门铃突然被按响。随着犹太的开门，映入眼帘的正是干事。抱歉啊，打扰了，黑骑士老师。话说，这就是黑骑士老师你的房间吗？他看着非常整洁的，而且空气中高出了黑骑士老师你的味道。不，那个干事小姐，麻烦不要这样好吗？虽然今天晚上智小姐依旧要来到我家，但是我依旧没办法拒绝干事小姐。果然我这个人真是有够废的。不过我和干事小姐只是宅友而已。不过就算这样，女孩子突然来我家什么的，还是有点很难适应啊。那个干事小姐，你找我究竟有什么事？这个嘛，因为学校的课题，所以我想请黑骑士老师你担任我画画的模特。模特我吗？当然了，毕竟我认识的男性也只有黑骑士老师你一个，虽说倒是有一个弟弟啦，不过因为他长得和我太像，甚至有人说他就是姓张的我，所以不能胜任这个任务。和干事小姐你很像。黑骑士老师，这就是我弟弟，怎么样，可爱吧？很可爱呢。等一下，弟弟，这是他去学校时候的样子哦。确实长得和公司小姐你很像呢。哦，对了，还有这张是他女装时候的样子，怎么样，非常可爱吧？女装这个效果吗？也太强了吧。那个干事小姐，模特的话穿成这样就行了吧？当然可以，不过如果黑骑士老师你要是把衣服脱掉的话，我感觉效果会更好一点。不，脱衣服什么的还是有点。抱歉了，黑骑士老师，我又僭越了。确实，那样要是维持一整天的话，会感冒的。话说回来，干事小姐，你要我摆什么动作呢？那个黑骑士老师，能麻烦你先坐到床上那边吗？坐床上吗？没错，坐在这里，然后再把腿张开一些。男主看着此时诡异的视角，疯狂在内心告诫自己不要去多想，对方只是在为自己摆弄姿势而已。不过虽说他是这么强行催眠自己的，但是他还是能感受到干事在自己身上摸个不停。这就是老师男人的身体吗？那个干事小姐，你这是？抱歉啊，黑骑士老师，我一不小心就……那个冷静点啊，干事小姐。好了，黑骑士老师，我要开始画咯，麻烦你现在保持这个姿势。接下来保持这个动作应该就行了吗？随后犹太就看着进入绘画状态的干事，发现对方是真有点东西。那个老师已经画好了哦。这么快吗？那个能让我看看吗？可以是可以，不过我感觉我画的不怎么样。真的是干事小姐，你也太谦虚了吧？你这不是画的很好吗？谢谢你的夸奖。虽然说我能力不怎么样，但是我还是想要努力去成为插画家，毕竟那是我的梦想。梦想？我很想将第一次献给老师你。听着对方的雷霆发言，男主只感觉这个脑袋轰然炸开。毕竟听见这种话不乱想才比较难吧？那个干事小姐，你这话的意思是？如果老师以后要出版书籍的话，请务必要将插画交给我。出版书籍，干事小姐你应该也知道吧？我现在根本没有写东西，更不要说出版了。不，出版这种事情的话，对于老师而言，只要想的话，肯定就可以。我相信你，黑骑士老师。那要是一直没能出版该怎么办？那就一直等不就行了吗？在这之前，我都不会接任何画分别的工作哦。既然这样的话，要是以后我的书真的能够出版的话，那么就拜托干事小姐你了。真的吗？真是太谢谢你了，黑骑士老师。我又有活下去的动力了。不过话说回来，干事小姐，你刚刚的做法方式的话，直接对着照片画不就行了吗？应该没必要特意来我家一趟吧？确实呢，我怎么没有想到？真是败给干事小姐你了。原来如此，就算不是恋爱也会很快乐吗？女性朋友是这样的感觉啊。
而也就在这时，犹太的手机响了起来，打开一看，发现是智小姐发来的消息。犹太先生，我已经到车站了，你现在在家吗？从车站到他这边差不多有10分钟左右。那个老师怎么吗？那个抱歉啊，干事小姐，下午我朋友还要来，所以这样，那么我这就来收拾一下。那么两人究竟会不会碰面呢？这场修罗场究竟会不会发生呢？我们就等下期再揭晓咯。软糯宅系小女友与擅长撩人的成熟坏女人即将碰面，修罗场要怎么样才能阻止呢？那当然是发消息告诉坏女人，让她晚一点来。那个黑骑士老师我已经收拾好了。抱歉啊，干事小姐，这么突然的就叫你走，是因为我突然拜访黑骑士老师你才给你添麻烦的吧？今天真的是太感谢你了，黑骑士老师。这样我有帮到你吗？真是太好了。我果然最喜欢黑骑士老师你了。那个我应该是黑骑士老师你的头号粉丝吧？这个嘛，应该是吧，毕竟在我印象里面好像也只有你这么一个粉丝来着。放心吧，老师我会永远支持你的。那个干事小姐，时间要来不及了。抱歉了，黑骑士老师。对了，我之后还能再来这里玩吗？当然可以啦，干事小姐你随时都可以来哦。谢谢你，黑骑士老师。在干事离开之后，犹太也是连忙抓紧时间再次整理了起来。就在他整理的时候，让我们将视角切回干事小姐那边。此时他还沉浸于自己是头号粉丝的喜悦当中。不过这份喜悦随着他和坏女人的擦肩而过戛然而止。我记得黑骑士老师说下午有朋友要来，难道说就是那个人吗？而仿佛为了印证自己的猜想一般，干事小姐开始尾随起了坏女人。然后我们再将视角切回男主这一边。此时刚打扫完的他听见门铃，他连忙跑到门口为智小姐开门。真是的，犹太先生，怎么刚开门你就这么慌张？难道我过来你就这么紧张吗？对了，我可以进去吗？当然可以。那就打扰了。对了，这是给犹太先生的蛋糕。而此时男主还不知道，刚才他俩愉快交流的画面早已被躲在一个角落的娇小身影所察觉。他看着自己的黑骑士老师与这个陌生的女人交谈，不经觉抓紧了自己肩上的背包。而智小姐更是进到房间之后就对着他猛吸了一口。话说回来，犹太先生，你身上怎么有一股子香味？是这样吗？而听到这话的犹太也是意识到，这是之前干事小姐抱自己的时候留下的。不过对于这种事情嘛，他怎么可能承认？那个智小姐应该是你的错觉吧？话说回来，这就是犹太先生你的房间了，感觉比想象中的整洁呢，很有你的味道哦。话说犹太先生，今天晚上只有我们2个呢，我们是要干什么来着？面对对方带着一丝玩味的语气，犹太不自觉地开始归恼。什么看什么？我们不是说好要看电影了吗？对哦，我们是要看电影的。抱歉了，你看我这记性居然忘了。智小姐绝对是故意的。话说犹太先生，你也不要傻站的，赶紧坐下来吧。好的。而此时和智小姐坐在一块的犹太感觉到的并不是害羞，而是一股子愧疚感。毕竟直到刚才为止，干事小姐还待在这边，现在的话却变成了智小姐。她也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非常对不起干事，但同时她的内心也知道，他的心是更倾向于眼前的这个坏女人的。而犹太此时的状态也是被坏女人所察觉。那个犹太先生，你是有什么心事吗？不，那个没什么，抱歉啊，让你担心了。犹太，今天晚上就不要想别的事了。你要是一直这样的话，可又没有办法好好专心看电影喽。犹太看着对方那深邃的眼睛，以及一阵阵带有天然魅力的声音，也是成功的让犹太放弃了思考。现在我可是难得和智小姐待在一块，跟他相处的话，要是去想别人，好像一样很失礼。话说回来，感觉犹太先生，你的耳朵似乎非常敏感呢。那个智小姐，你这话的意思是？我可以触碰一下吗？随后下一秒，智小姐就开始玩弄起犹太的耳朵。那个智小姐，请不要这样。怎么了吗？难道说犹太先生你讨厌这样吗？不，并不是讨厌，只是感觉这样非常的奇怪。那如果我要是说不呢？不，那个智小姐，我们还是先专心来看电影吧。就这样，男主在和坏女人看了几场电影之后，天色也是渐渐晚了下来。刚刚的电影真有趣呢，犹太先生。那个智小姐，现在天色已经不早了。对了，犹太先生，今天我可以留在这里过夜吗？哈，智小姐，你要留在我家过夜？那当然是因为刚才的电影看得我很感动，所以我想多看几篇自己之前一直以来想看的电影来着。最近怎么说呢，在犹太先生你家看的时候，感
感觉和在电影院看的完全一样呢。是这样吗？但是智小姐这样真的没问题吗？说的也是，犹太先生，是我考虑不周了，抱歉啊，让你为难了。不，完全不会困扰。哎，这样吗？真是太好了。那么让我想想，接下来要看什么呢？话说，犹太先生，你有没有什么想看的？不，那个智小姐，你挑选就好。犹太和坏女人看电影，看着看着，突然肚子叫了一声。哎呀，犹太先生，你肚子饿了吗？抱歉啊，智小姐，其实我今天还没吃什么东西。没事，我也一样，感觉有点饿了。在看下一部电影之前，先去买点东西来吃吧。而正当犹太打算出门的时候，突然发现此时外面正在下大雨，这让他不禁有些担心甘氏小姐到家了没有。下雨了吗？这样的话，看样子只能点外卖或者自己做了。自己做吗？家里面的食材如果想要快点吃上的话，就只有方便面之类的。虽然想吃点正经的也是能做了，但是估计要一段时间。哎，犹太先生，你还会做饭吗？也不能说不会吧，毕竟一个人生活，多多少少还是会一些料理的。这样啊，人家突然想尝尝犹太先生你的手艺呢。哎，真的要吗？哎，不行吗？是可以做出来了，但是味道我不敢保证。而就在犹太处理食材的时候，坏女人突然从后面贴了上来。犹太先生，你打算做什么呢？我打算做蛋包饭。那个智小姐，麻烦你去那边坐好，我正在处理食材，你这样突然靠过来的话很危险的。随后过了一会儿，犹太就将蛋包饭给端了出来。哇，犹太先生真厉害，看着就很好吃呢。看着还行，但是具体味道嘛，老实说我不是很有自信。既然这样的话，我开动了哦。很好吃啦。真的吗？智小姐你喜欢真的是太好了。犹太看着对方吃的高兴的样子，不禁感慨，原来做饭给别人吃会这么高兴吗？哎，真的是我怎么又擅自瞎揣摩起对方的想法了。我的话，无论是谁给我做饭，都会很喜欢。毕竟小时候我的父母总是忙于工作，基本上连做饭的时间都没有。那个只要智小姐喜欢的话，料理什么的，我随时都可以做。而说完这句话之后，犹太才意识到自己好像说了什么不得了的话。那个抱歉，我不是那个意思。呵呵，真的是犹太先生，你就是在这种地方太拼了。不过这样很可爱哦，非常美味呢。谢谢犹太先生你的招待，洗碗的事情就交给我吧。不，那怎么行？还是让我来吧。哦，对了，犹太先生，怎么了吗？你这边的浴室在哪？那个智小姐，毛巾还有换洗的衣服我就放在外面了。谢谢你，犹太先生。不过真的不一起洗吗？而看着半露身体的坏女人，犹太只能丢下东西转身跑路。谢谢你，犹太先生，我洗得很舒服哦。哦，对了，还有你的衬衫。那个犹太先生怎么了吗？不，这没什么。犹太看着此时穿着宽松衬衫的坏女人，以及对方散发出来那若有若无的气质，只能去赶紧洗个冷水澡，冷静一下。犹太先生，吹风机也在浴室这边吗？男主的手机不断传来消息。那个老师，非常感谢你今天能当我的模特。抱歉啊，你有朋友要来，却还让你孤立到我。果然，我这种人想要成为你的第一，还是有点太狂妄了。不过，对于甘氏发来消息，此时的男主并不知道，因为他所发的消息还不到2分钟，就又被他撤回了。而看到刚刚一切的坏女人也并没有多加理会。那个智小姐，我写好了，接下来要看电影了吗？智小姐啊，抱歉啊，犹太先生，我刚刚有些愣神，快来一起看电影吧。智小姐，接下来要看什么电影？这个嘛，感觉时间已经不早了，所以今天还是先看犹太先生你喜欢的电影吧。话说，不是本来说好要看智小姐你喜欢的电影吗？怎么突然就……因为我想要犹太先生以后只要一看到这部电影，就能回想起今天的事情啊。随着电影的开始，虽然说智小姐明明就在他身旁，但是犹太却总是能感受到他和对方之间存在着一股隔阂。犹太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宛如今天晚上就是两人最后一次见面一般。犹太先生，你喜欢的电影真有趣呢。那个智小姐已经这个点了，也该睡觉了吧？那个智小姐，今晚你就睡这张床上，我的话睡地板就行了。而正当犹太要离开的时候，坏女人抓住了他的衣角。那个犹太先生，你也睡这里吧。那个智小姐，为什么？因为睡地上的话，第二天会浑身酸痛嘛。况且这是犹太先生你的床没错吧？然后犹太就被对方拉到床上。现在是什么情况？我和智小姐应该还没有交往吧？就在犹太思维处于混乱状态的时候，坏女人对着他的胳肢窝就是一顿猛攻。那个智小姐怎么了吗？因为刚刚犹太先生你都完全不看向我，当然你要是觉得不舒服的话，也可以还回来哦。
还回来是指犹太在看了一下对方的身体之后，实在不知道往哪下手，而在经过了一番犹豫之后，他还是选择对着坏女人的腰部一阵猛攻，而这一招似乎也对坏女人非常的有效。看到对方这个样子，也让犹太一不小心玩了起来，而当他反应过来之后，才发现自己弄得有点过头了。抱歉啊，智小姐。话说回来，犹太先生，你就不想要更进一步吗？那个智小姐，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当然是想要接触你，或者被你接触之类的啦。犹太看着智小姐那越来越近的脸，心跳开始不自觉加速，还有一股本就令他非常兴奋的香味也越来越浓，肢体的接触更是令他躁动不安。正当犹太闭上眼打算享受的时候，对方又突然拉开。真是的，犹太先生，你怎么这么害羞？难道说是第一次吗？这种事不是肯定的吗？毕竟我完全就没有恋爱经验。真是的，智小姐，你就不要再逗我了。嘿嘿，抱歉。不过犹太先生，我很喜欢这样哦，夺走别人初吻什么的，因为只有最初的一次才能留在所有人的心中，且永远不会被忘记。听到这话的犹太原本躁动的内心突然就冷了下来。那个令他印象深刻的第一次的人，肯定和他这样的废人完全相反，既帅气又有才能。按理来说，像今天这样的好事，他应该好好享受才对。但是此时的他只感觉浑身无力。他知道，如果那样的话，智小姐肯定会彻底对他失去兴趣，而他也将被对方彻底忘掉。坏女人看着此时犹太这复杂的表情，也是缓缓起身。犹太先生，今天就先到这吧。那个智小姐，抱歉啊，没什么的，犹太先生，时间已经不早了，赶紧睡吧。好的，智小姐，你也赶紧睡吧。不过说是赶紧睡，但是这种情况又怎么睡得着觉呢？此时的他内心并不是懊悔，而是非常迷茫，不清楚自己现在究竟在干什么。隔天，智小姐起来之后，便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物，而正当她留下一封信打算离开的时候，回头看向犹太，看着此时熟睡的对方，她温柔地在犹太的脸上啄了一口。再见喽，犹太先生。随着关门声的传来，此时本该在熟睡的犹太满脸通红地抚摸着自己的脸颊。智小姐在走出公寓之后，便有人马上叫住了她。那个能稍微借用一下你的时间吗？那个有什么事情吗？这成熟稳重的气势，好耀眼，好可怕。不，那个就是怎么了吗？身体有什么不舒服吗？听着对方的询问，干是知道自己不能再这样支支吾吾了。我是想请你告诉我，你和黑骑士老师究竟是什么关系？黑骑士老师是装傻也没用，你刚刚就是从老师的房间里面出来的吧？哦，你是说犹太先生啊？你们是朋友吗？那个怎么说呢？我和老师的关系怎么讲呢？应该说有点特别。而坏女人听到对方的这话，也是想起之前犹太和她说起的事。总而言之，能告诉我你和老师是什么关系吗？什么关系啊？硬要说的话，只是朋友而已。虽然不清楚对方是怎么想的，就是了。这种模棱两可的回答，果然啊，这家伙很可疑，看起来就和瞧不起我的那些女生是同一类人。他肯定不了解老师的作品，只是单纯因为钱才接近老师的。没错，肯定是这样。不行，我一定要保护好老师才行。虽说我不知道你接近老师具体是为了什么，但是对于我而言，黑骑士老师是特别的。我从很久之前就一直喜欢着他，他的作品一直鼓舞着孤身一人的我。所以像你这种连老师笔名都不知道，如果你不是真心喜欢老师，只是想欺骗他、伤害他的话，能请你不要再接近黑骑士老师了吗？而这般坚强的发言，瞬间就让智小姐愣住了，不知令她想到了什么。随后他又露出了温柔的表情。我在你眼里是这么坏心眼的人吗？抱歉啊，我并不知道犹太先生有你这么一位可爱的女朋友。而听到智小姐的话，干事迅速拍开了对方的手。不，我并不是老师的女友，我们的关系只是……既然这样的话，你可要努力把他的心牢牢抓住哦。如果你真的那么珍视他的话，就要更加努力一点哦。那么我就先走了，加油啊，小妹妹。而此时的犹太则是默默拿着智小姐所留下的纸条。电影很好看哦，
犹太先生。真的是我究竟在干嘛？不仅将昨天晚上的事情搞砸了，甚至刚才还装睡没有去送智小姐，真的是春景犹太，你真的是有够废物的。再这样下去的话，我以后应该再也见不到智小姐了吧？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如果不能将话好好说清楚的话，要快点，现在应该还来得及。智小姐才刚走没多久，而随着犹太猛地开门，她瞬间就听到哐当一声，抱歉啊，你没事吧？甘氏小姐，你怎么在这？一个得知了你与坏女人纠缠一夜，且非常喜欢你的宅系少女突然堵门，面对这样的场景，主角会如何应对呢？嘿，骑士老师。面对带有哭腔的甘氏，你也是意识到刚才那一下肯定把他头给弄痛了。那个抱歉啊，甘氏，赶紧进来吧，我找药给你涂一下。抱歉啊，家里面只有这个，我这就给你贴上。抱歉啊，把你弄疼了吗？而面对犹太的询问，甘氏并没有回答，而是疯狂摇头。话说甘氏，你一大早就来我家，是落下什么东西了吗？而犹太这不问还好，一问对方的眼泪又夸夸往外冒。那个甘氏小姐究竟怎么了？是我做错什么了吗？那个我刚刚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犹太哪里不明白对方已经知道自己和智小姐的事了。她是从黑骑士老师你家里出来的，于是我就问她是谁，她说是你的朋友，但是绝对有问题吧？老师你和那个女人昨天晚上就在这里，没错吧？什么母亲啊朋友啊都是骗人的吧？因为那个女人要来，所以你才让我回去的吧？老师，你明明说过我才是第一。那个甘氏小姐，抱歉啊，甘氏小姐，而还没等犹太把话说完，甘氏却直接打断了他。为什么黑骑士老师你要和那种女人交往呢？明明我从很久之前就开始支持老师你，我才是最了解老师你的那个人。那个家伙甚至连老师你的作品还有笔名都完全不清楚。虽说她确实长得很漂亮没错，但是不应该只是这样就行了吧？那个甘氏，你冷静点，听我说，智小姐她其实并不是我的女朋友，智小姐说的没错，我和她确实只是朋友而已，而她昨天只是来我家看电影了而已，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而之所以叫甘氏小姐你走，是因为我们本来就已经约好了要见面，但是甘氏小姐你说有事拜托我实在不想让你伤心。虽然说这种话听起来是借口，而且我也很糟糕，但是事实却是如此。虽然她确实对于智小姐抱有非常大的好感，但是她同样不想要让身为自己的甘氏感到难过，软弱的自己做不出任何选择，最终才只好全部答应。嘿，骑士老师，那个人真的不是老师你的女朋友吗？这点的话，我现在可以明确告诉你，不是。说的也是呢，完全不懂老师的人，怎么可能会是老师的女朋友呢？但是啊，我有预感，如果什么都不做的话，老师肯定会被那个女人抢走。话落，下一秒甘氏就直接将犹太给推倒。既然这样的话，与其让什么都不了解你的人，不如就让我来当老师你的对象。哈，女朋友？我没听错吧？刚刚对方确实是这么说的。那个甘氏小姐，能稍微等一下吗？你应该知道自己刚才在说什么吧？难道不行吗，老师？不，也不是说不行，只是因为这样不能说是喜欢吧。当然是喜欢啦！我一直以来都最喜欢黑骑士老师你了，我真的非常崇拜且深爱着老师你，因为是老师你救赎了我，所以我绝对不会允许对于老师的事情一无所知的人将老师你耍得团团转，而且我也想要成为老师你的第一。喜欢甘氏原来对我抱有这样的感情吗？这还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有女孩子对我说这种事，而且还是这么可爱的一个女孩子。明明我现在应该高兴才对，但是为什么我此时的内心这么拥堵呢？那个甘氏小姐，虽然你对我的喜欢我真的很高兴，但是甘氏见到犹太这样，也是直接动手做到了对方的身上。如果是老师的话，我愿意把一切都给你，所以就让我来当老师你的女朋友啊！看着如此主动甘氏，犹太知道此时的他只要说一句愿意就能交到女友，而他要是交到女友的话，那么他也就不再是废人了吧？要是我不再是废人的话，那个甘氏小姐，真的非常抱歉，虽然我真的很想答应，但是这种事我办不到。而听到犹太拒绝，
说的也是呢，像我这种基因层有土气、完全不可爱的鹰角，老师怎么可能会喜欢我呢？抱歉了，我实在是太得意忘形了。就在甘氏要逃离这里的时候，甘氏又抓住了对方。那个甘氏小姐，你冷静点。其实我一直觉得甘氏你是一位非常有魅力的女性，你总是率直的表达自己的喜欢，还有你为了梦想不懈努力的样子，真的非常可爱，也相当的帅气。你那样的魅力，我是真的由心的能够感受到。甘氏小姐，你也说了吧，你很了解我，但是我并不是很了解关于甘氏小姐你的事。但是就算这样，我也能够感知到，甘氏小姐你所喜欢的人并不是我吧？才没有那种事呢，我一直以来都最喜欢黑骑士老师你了。是啊，没错，甘氏你一直以来最喜欢的都是黑骑士老师吧？那书确实是我写的，但是对于我而言，那是件充满黑历史的事。所以当甘氏你所喜欢的时候，我的内心真的非常窃喜。在你的眼中，你所喜欢的黑骑士老师肯定光芒万丈吧？是的，我曾经确实是你的黑骑士老师，但是作为犹太的我，是一个有着无数缺点的普通人。而且智小姐并不是甘氏小姐你口中的那个仅仅长得好看的花瓶，我能感觉到她和我还有甘氏小姐你一样，都是非常孤独的人。不过哪怕就算是这样，她对拥有无数缺点的我并没有看不起的意思。而我之所以不能和甘氏小姐你交往的原因，承认吧，说出来吧，犹太，仅仅只是说出内心的想法而已，有什么好怕的？我真的非常憧憬，非常的喜欢智小姐她。听到犹太的这些话，甘氏的眼泪再次流了出来。抱歉啊，黑骑士老师，作为粉丝的我竟然多管闲事，但是我是真的非常喜欢老师你，所以说这场让我作为头号粉丝的小粉为你加油吧。无论是邱爱人和智小姐的关系也好，还是重写小说的事也罢，对他而言都是一件难如登天的事。就算想的话，他肯定也不会去实行，毕竟以他废人的性格，估计过几天就会彻底放弃。但是不知为何，在听到对方刚才的发言之后，他不想要让对方失望，就算办不到也要去尝试一下，毕竟有如此支持自己的粉丝。那个甘氏小姐，你放心，我绝对会再重新写小说的。所以到时候要是如果真的能出版的话，能请甘氏你替我画封面吗？到时候就交给我吧。而在说完这句话之后，甘氏突然感觉浑身放松，然后身体往后一仰。那个甘氏小姐，你这是怎么了？抱歉啊，黑骑士老师，因为我在外面已经通宵了一整晚，所以你熬了一晚上，那还不赶紧回去睡觉？那个你现在真的没问题吗？不用了，那个老师，我真没什么事，只是刚才稍微有点愣神而已。那个犹太先生，以后我也想要更加了解关于黑骑士老师还有犹太先生你的事，可以吗？还用说，当然了。谢谢你，犹太先生。对了，黑骑士老师，我会好好等待你下一部作品的。放心吧，甘氏小姐，我会努力的。男主在开导甘氏时，也同样在甘氏那边得到了勇气，完成了作者与粉丝之间的相互救赎。而犹太现在要在继续写小说之前，做另一件更重要的事，那就是找上智小姐和她当面说清楚。然后他就直接向她发消息，表示想在27号晚上的时候，在那个公园再见到对方一面。在发送完消息之后，犹太也是开始整理起自己这段时间一直以来的经历，思索到时候自己要做什么样的事，才不会像之前那样继续出丑。就这样几天过后，他所发给智小姐的消息依旧是未读状态，这让他不禁有一些怀疑，或许他此时已经进了对方的黑名单。不过显然也是正常的吧，毕竟以自己那天晚上的表现，对方或许已经彻底对他失去兴趣了。而正当负面想法快要笼罩他的时候，突然想起那天甘氏说的话，这样还没有做就直接放弃，不就和以前没有任何区别吗？随后时间来到了27号当天，虽说那条消息在今天早上已经变成了已读，但是他无法确定对方会不会来就是了。不过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今天就会揭晓，而他只要一直等下去就好了。就这样从日出到黄昏再到深夜，犹太始终没有等到对方。果然啊，智小姐应该已经不想再见到我了吧。说的也是，像我这样的窝囊废，之前与智小姐的相处应该就是我人生中的全部了吧。真的是宛如一场梦一般，不过梦已经结束了，我也差不多该醒了吧。而就在这时，一只手突然搭在了他的肩膀上。抱歉啊，让你久等了，犹太先生。好嘞，你这是怎么了？是在哭吗？那个智小姐，你为什么会来这？什么叫为什么在这？不是犹太先生说你想要在这个公园和我见面的吗？
是我叫你来的，但我以为智小姐你应该是不想见到我。虽然我挺好奇，如果我不来的话，犹太先生你会露出什么样的表情，但是我忍住了。果然这里的夜景很美呢。那个智小姐，谢谢你今天能来这。其实我是有些事想要传达给你。首先就是关于上次的事，我很抱歉，明明都已经那样了，我却突然变得奇怪，而且也没有送你，让你独自一个人回去了。不为我该道歉的是我才对啊，抱歉啊，做了一些令你讨厌的事情。不，并不是那样的。犹太先生，你不讨厌吗？怎么会讨厌呢？毕竟怎么说呢，我是真觉得我这种人和智小姐你真的不般配，我几乎没有任何的优点。老实说，我一直很害怕让智小姐你失望，害怕再也见不到你。原来如此，是这样啊。不过怎么说呢，犹太先生，其实我也并不是特别优秀的人。那个智小姐，我一直以来都喜欢书。犹太先生，你喜欢书吗？不，应该不能说是单纯的喜欢，我甚至自己尝试过写小说。真的假的，犹太先生，你还写过小说？甘氏小姐，我想智小姐你应该已经见过她了吧？她是第一个说喜欢我书的人。但是怎么说呢，我感觉像我这种人是不可能成为专业作家的，所以在步入社会之后就放弃写小说了。恋爱方面也是一样，我总是以自己为废柴这种蹩脚的借口不断的进行逃避。但是我不想要再这么下去了，因为我想要更加了解智小姐你，无论是你的优点也好，还是你的缺点也好，智小姐你的全部我都非常的喜欢。但是我觉得现在的自己还不够，所以我决定了，我一定要成为能够配得上你的男性。所以智小姐，你能等我吗？犹太先生，你说这话有没有想过，要是成不了的话该怎么办呢？这个嘛，老实说我并没有想过。那的犹太先生，要是我突然和某个人在一起的话，你岂不是连准备的时间都没有了？到那个时候，你还能一生只想着我的事情活下去吗？听着智小姐的话，犹太连一秒都没有犹豫，表示就算那样的话，他也会一直坚持下去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会好好期待哦。就这样，时间来到几年后，那个前辈负责这件事的人是不是已经辞职了？你说春景啊，他几年前就离职了。春景，你是说那个戴眼镜的吗？突然有点怀念了，他现在在这干嘛？我听说他当初好像被调到出版系那边了。是那样吗？我听到的可是他回去继承老家的店了。话说我记得当时和他最后的接触是得知他有女朋友来着，也不知道那家伙结婚了没。这个嘛，谁知道呢？真是的，工作烦死了。不过说起春景，真是给我留下一段不好的回忆呢。或许是因为今天聊到春景，让他又想起了之前自己相亲的时候。那个你好，我是高丽。高丽，你也来相亲吗？真巧啊！靠了，来相亲的怎么是春景你呀？不行了，怎么又回想起这件事了？赶紧从我脑子里面消失啊！随后我们将视角切回犹太那一边，编辑先生说了哦，这一次的封面也非常的不错呢。这不是当然的吗？因为老师你这一次写的小说也超级好看的。这也多亏了甘氏小姐你画的人设图，多亏了你我才能描绘出那样的故事。谢谢你的夸奖，黑骑士老师。已经聊完了吗？真是的，明明我就在这边，黑骑士老师你却和其他女孩子聊那么久。真是的，智小姐你又突然过来了。不过你不是很高兴吗？犹太先生，这个嘛，开心是很开心，但是抱歉啊，现在没办法招待你。编辑部那边一直在催我最近的小说。没事的，犹太先生，你忙你的就行。而就在犹太疯狂骂日的时候，智小姐又偷偷靠近，随后靠在了他的肩上。犹太，这就是你说的那个以我为原型的作品吗？真是的，你写成这样的话，我都有点害羞了呢。不，那个怎么说呢？智小姐不要偷看，这样我也很害羞的。哎呀，没事了，反正到时候我也是会看的，早看晚看都一样了。犹太先生，既然你已经决定改变形象，甚至已经更换发型了，为什么还不尝试一下隐形眼镜呢？这个嘛，难道说是因为我当时说过喜欢你戴眼镜的样子，所以你才一直戴着吗？哎呀，看你这表情，原来真的是这样啊！呵呵，犹太先生，你也太可爱了吧！那个犹太，你知道为什么我这么多年一直都在等你吗？嘿嘿，你肯定不知道吧？是因为我早就被你迷住了。果然啊，就算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我还是抵抗不了这个人吗？每一次与他的接触都会让我的精神荡漾，不过也正是因为这份荡漾才改变了我的人生。即便他以后真的不再等我，离我而去，我对现在的人生应该也不会感到后悔吧。